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，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去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？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罐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填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罐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填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，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罐。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，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的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，他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罐？250罐。这250罐，这比魁首。这样子我知道，就是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户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年。我家的松花与苍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也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第6次。来，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吗？
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 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 原来你看中的是锦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骨折没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思恶现恶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哦，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我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那这个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
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，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今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以后再也别插手季莹莹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一定要罚我。霍相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么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查他个底儿朝天。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，
蒋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车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哼，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
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。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家的天天增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兰，你可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抓这么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母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啊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顿益州景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私闯我花家府邸？花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杨警官，你也别来无恙。甚好，甚好。我记得，过去我是孝敬过您的。就算您嫌少，也不至于今日来抄我的家呀。你们花家偷做假账，逃避税赋，真当本官一无所知呢？杨警官，没找到花香肉。花掌柜，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平日里就爱在外面鬼混，昨天晚上骂了他几句，他就跑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把人抓来。行啊，那就有劳花掌柜随我先走一趟吧，请吧。那杨静兰不由分说的就抓了花掌柜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还是真的贪心不足，想以此获得更多利益？与我们无关。可是万一花掌柜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要不要？先留着他吧，看看那个杨三郎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可是花掌柜隐约知道山里的情况，若是那杨静兰去山中查探，若也像前一个警官那么不识趣，那就让他有去无回吧。
那季莺莺呢？将军信中说，宫中在寻蜀红丝。若是我们真的能逼出蜀红丝，那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季归南死后，权益州盯的季家这么多年，可有盯到些什么？娘子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真正的蜀红丝，我们有的就是真的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口说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华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昭，民女贪财，又忌惮季莺莺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莺莺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娶机会。收下季家做母仆。后来季莺莺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季莺莺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。